阿明，哇，这鼾声也太大了吧！阿明，起来啦！干嘛？都中午了，你还在睡？哎，最近都睡不好。怎么啦？你熬夜了？不是啦，最近睡到半夜，有时候都会莫名的这样子。那隔天上班精神就很差，就一直想睡。是呼吸不顺吗？有可能。那要不要看医生，诊断一下问题出在哪？好，那就这样决定吧。医师，我最近睡到半夜都会莫名的呛醒，然后还会被嫌鼾声太大，很吵。你睡觉常常打鼾吗？好像是这样。我先检查一下你的口咽部跟鼻腔的情况。好哦。你的软腭有肥大的情况，所以睡觉的时候会挡到呼吸道，造成打鼾。那该怎么办？可以透过减肥，然后改善鼻咽喉软组织肥大的情况。另外，可以采取侧睡的方式来减少打鼾。原来如此，谢谢医师。打鼾是气流经过狭窄的呼吸道发出的声音。睡觉时，人体呼吸道肌肉会处于放松状态。而口腔内的软腭、后舌根等组织器官在放松的状态下，就会发生后倒的情况，造成呼吸道空间变小。当空气进入狭小的呼吸道时，气流速度会加快，进而造成周遭软组织震动，导致打鼾。引起打鼾的主要部位在软腭、悬雍垂、扁桃体、扁桃体柱舌根部、咽喉肌肉及咽喉黏膜。有5个致病的原因：一、肌肉张力不足，熟睡时会使肌肉放松，当肌肉松弛时，呼吸道阻塞，造成周边软组织震动。睡前勿用会使肌肉放松的物品，如酒、安眠药、镇静剂等。2、扁桃体及增殖体肥大。肥胖者可能因脂肪沉积于表面下或肢端肥大症，或是唐氏症的舌头肥大，皆会使咽喉腔空间变小。3、下巴后缩者因睡眠时无法让舌头保持往前，会使口腔空间相对变小。4、软腭或悬雍垂过长，导致睡觉时阻塞到呼吸道。5、鼻塞会使气流无法冲开上颚与口咽部的软组织。打鼾不只是一种习惯或特征而已，打鼾若合并呼吸道阻塞，伴随睡眠呼吸中止，会威胁到我们的健康，需要就医治疗，视病况安排睡眠生理检查。常见的症状有以下几种： 1、浅眠睡不好，常常睡一半醒来。2、鼾声大又持续，影响其他人睡眠品质。3、睡觉呛到，像是噎到般被呛醒。4、呼吸中止，睡眠中短暂停止呼吸。5、精神不济，睡眠品质差，导致精神也差。6、白天嗜睡，无法集中精神。7、经常头痛，尤其是早上刚起床发生。8、高血压或心血管疾病，半夜频尿导致水分消耗快，血液变浓稠，进而导致心血管等疾病。打鼾是可以治疗的，透过以下几种自我治疗的方式可以改善情况。1、减肥，很多打鼾者都是体重过重的中年人。2、睡前避酒，喝酒会使肌肉放得更松。3、避免镇静剂，
任何会使头颈放松的药物都会使打鼾更大声。4. 戒烟，吸烟刺激上气道，引起黏膜水肿，加重打鼾。5. 侧睡，舌头不容易滑到后方，不易引起打鼾。6. 控制鼻过敏症，减少鼻塞，使呼吸道更顺畅，减少打鼾。